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开一家西餐厅，和自己的花园、菜园结合在一起，就是把这个种好的新鲜的蔬菜，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拿到餐桌上去。但是一直呢，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去实现它。现在终于是时候可以实现它了。然后我呢，今天要去那个菜地看一下，边走边和大家聊。下个星期呢，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去看地方，然后谈办证、设计等等，反正这个过程应该是需要很长的，慢慢弄。这一次我错了，之前他们说3个星期建好，可能建不好，但是这一次速度很快，已经差不多快完工了。这个菜地呢有自动浇水系统，然后反正就建得很好，很规划，什么都有。上面到时候还会做那个上面还会做遮阴的棚子。本来呢，这个菜地不是我负责的，是有专门的负责人，我只是负责教小朋友们种菜什么的。但是呢，昨天老板突然给我老公打电话说，这块地都归珍妮了，他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吧。当然了，还会带小孩种，但是具体菜怎么处理就由我来决定了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菜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拿到餐厅里去用。本身学校呢，它也有一个企业家的这种课，就是教小孩子呢如何去创业。这样我们把这整个系统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啊。这个菜地怎么样？整体规划的很漂亮嘛，而且有工人，园丁就有好多个在弄。老公啊，你觉得开西餐厅这个主意怎么样？Sure, whatever. Happy wife, happy life. 好，我们等一下回家再继续给大家讲。现在呢，就是离我们家比较近，就很方便。然后我们找餐厅呢，也是希望就是离我家很近，这样我还可以照顾家。我们已经回到家里来了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餐厅是怎么计划的。我们计划的话，找这个地方的话，大概是1000个平方左右。几百个平方呢，把它做成餐厅，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做成菜园子、花园这样子。餐厅里面呢有一部分也是玻璃的，就是餐桌边上啊什么的都来用植物给它搭配。我们呢每一个植物都会标上名字，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做的，客人呢也可以去参观去看，我们也会跟他讲啊，这个是怎么种的，或者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，然后我们就拿到餐桌上去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厨房里面剩余的垃圾，我们也不会把它浪费掉，我们会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，再把它变成有机肥。做有机肥的这个男孩子呢，我们也是在有一次的活动上认识的。他呢以前是在德国读书，专门学的这一块的。他在这边做好了之后，有很多东西还要出口到德国去。等全部弄好了，我到时候一一的拍给大家看。我们上一次去那个男孩子的他的那个地方去参观了一下，真的太有意思了。你就是看那一大堆垃圾，然后他就最后把它变成了有机肥，变成了宠物的食物。这事情呢，很久以前就想去做了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差一点买了一个很大块的地方，就是最后没有买成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公害怕了，我当时都交了定金了。但是我老公晚上睡不着，因为他是学术派的，他动手能力，他不喜欢动手去做这些东西。你让他出脑子可以，让他动手这一块他不愿意的。在美国的话，大部分你还是要自己去做的，因为工人这一块是很短缺的，而且价格很高。那在这边就不一样了。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说你去做吧，因为他知道可以请很多的工人。刚好呢，我身边也有做房地产、对地皮这块都懂的。很多姐妹呢就说：“珍妮啊，你不要再折腾了，你家的条件已经够你过很好的生活，太累了。”其实开这个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挣很多的钱，它只是让我有一个事情做，刚好身边的这些资源都把它融合在一起。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如果能挣到一些钱呢，当然是又更好了。还有呢，就是我还想帮助我身边的一些人多一些就业的机会，因为我身边有做西餐厨师的家人，他们也想做这一块，但是自己呢不懂运营。刚好呢，我以前做过生意，我在这运营这一块我还是稍微懂一点点的。依然呢完成了我的梦想，我一直都想做这件事情啊，把我的花、我的菜结合在餐厅里，把它做成美食。
正好呢又可以帮助我身边的人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如果有更好的意见或者建议，也可以告诉我。谢谢大家。